这是2022年10月，俄罗斯使用见证者136无人机低空突破乌克兰领空，攻击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的真实影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一个可怜的乌克兰工程师，你的宝贝车库刚刚被俄军无人机炸上了天，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A. 大声痛斥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B. 设计一个遍布乌克兰的防空网络。 C. 用1万个麦克风搜索俄军无人机。 D. 以上全部。我们的答案显而易见。2023年，来自乌克兰利沃夫的2名工程师在自家的车库里制作了一台麦克风，用来搜索防不胜防的俄罗斯无人机。由于它的成本低，效果好，乌克兰政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这种麦克风插遍了乌克兰，实现了一次击坠80架无人机的辉煌战绩，甚至驻欧美军都对其大加赞赏。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乌克兰神奇的麦克风防空网络。首先，为什么乌军需要用麦克风来追踪无人机呢？我们知道，雷达大规模投入应用是在上世纪40年代，但在雷达出现以前，有一些国家就曾利用声音来发现和定位敌机。比如像这个就是1921年美国使用的声学定位器，而这个是日本使用的类似的东西。但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雷达迅速取代了这些大喇叭一样的装置。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对付空中单位最有效的预警手段就是雷达。雷达的探测距离远，响应速度快，而且无需声电转换就能够实现主动和被动探测。但问题是，对于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等目标，雷达几乎无能为力。原因主要有2点：第一，无人机由于重量轻、体积小、速度慢，又广泛使用了非金属的复合材料，例如蜂窝板、胶合板等，根本不需要锡箔涂料，雷达反射面积就可以做到很小。对大部分雷达来说，探测难度很大。第二，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接近目标时，飞行高度很低，而雷达只能搜索视线内的目标。根据直达波传播视线距离计算的经验公式，在雷达天线高度10米、目标高度1000米的情况下，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143千米。而如果飞行高度降到50米，其有效探测距离骤降至40公里。而且我们这里只考虑了地球曲率的影响，地形的起伏和城市里的建筑都会形成雷达阴影区，导致无法探测到飞行器。但如果只是雷达探测距离缩短，对于无人机这种速度比较慢的目标来说，也不算是太大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地面也是会反射雷达波的，而且往往反射强度很高。常见的地面杂波的信号强度甚至会比目标强度高50分贝，二者之间的能量则差了整整10万倍。用声音来举例子的话，就是在电视旁边放了一个正在起飞的客机，而你需要坐在沙发上分辨出电视节目里的谈话内容。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正因如此，许多不具备隐身能力的3、4代战斗机都非常看重低空突防的训练，就是为了把自己隐藏在地面杂波中，躲避敌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导弹的打击。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地面复杂的电磁信号干扰，实现对低空目标的准确探测呢？乌克兰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用一个遍布全国的麦克风网络探测低空袭来的无人机。2024年年初，北约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在新闻会议上详细介绍了乌克兰的声学传感器网络以及相关的防空和反导问题。赫克表示，乌克兰的声学传感器网络具有战略意义，可以通过遍布全国的各种麦克风放大环境噪音，探测低空物体，尤其是像见证者136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他还称，得益于该传感器网络，乌克兰一次击落了来袭的84架无人机中的80架。不过听他吹牛打官腔，大家可能了解不了乌克兰人做了一个多么神奇的事情。我这里刚好有一篇2023年9月发表的论文，标题为《声学无人机探测系统开发方法》，作者来自乌克兰利沃夫国立理工大学。这篇文章详细的介绍了利用分布式声学传感器网络对乌克兰境内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跟踪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个乌克兰的麦克风防空网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文章在一开始就点明了声学传感器相对于传统雷达的几大优势。第一是声学传感器或者说麦克风非常廉价，相较于其他的几种检测方法，例如雷达检测、图像检测等，声学传感器的成本低，所需要的外围设备也少，不需要背着一个巨大的雷达到处乱跑。第二，声学传感器的隐蔽性极强。这篇文章中提到，民用的这种传感器网络是用来检测生态环境的，例如水文、气象、动物种群数量等。由于需要长时间运行且不能干扰正常的生态环境，这种传感器网络往往只需要少量的能源就可以运行很长的时间，并且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维护。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套声学无人机检测系统是怎么运行的。首先，在乌克兰境内，军方部署了一大批传感器，用来监测周围的声音。这些传感器会将声音信号采集后，输入内部的微控制器进行实时分析。如果某个传感器检测到无人机的声音特征，就会将麦克风的 ID、地理坐标、检测到的时间等参数，通过民用的4G 网络上传到乌克兰防空司令部的服务器上。服务器负责对传感器消息进行实时的解码，并计算无人机的坐标，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并通知当地的防空部门。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乌克兰的这套麦克风防空网络重点在于3个方面。首先是信号处理方面，这也是整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问题。它需要从环境音中准确地识别无人机发动机的特征，形成一套可以量化的判断体系，这样麦克风背后的控制芯片才能准确地识别无人机。不过好在最近这些年，在民用领域针对数字音频的研究已经是非常充分了，有许多方法都可以用来识别信号的特征。当然，这里我们不会开始长篇大论，从信号与系统这门课开始讲起，但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一些简单的物理知识。中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声音是一种波，它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来回振动的速度越快，频率就越高，相应的声音也就越尖锐，这就是所谓的音调。除了音调以外，声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音色。许多乐器可以有同样的音调，但我们一下子就能听出来不同，就是因为它们的音色不同。例如，这是小提琴 G 弦的声音，而这是我们用信号生成器生成的196赫兹的正弦波。不用分析仪器，我们就能听出来，这2个声音虽然音调相同，但却是2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如果是中学阶段的话，知识讲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显然我们可以考虑的更多一点，例如来看看声谱图是怎么说的。所谓的声谱图展示的是声音信号中不同频率的声音随时间所占的比例，图形的某个部分越亮，说明这个频率的声波越强。正如大家所料，纯正弦波的声谱图只在196赫兹处有一条横线，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生成的。但小提琴声音的声谱图就有点奇怪了，虽然我们演奏的是单一音阶，但在频谱图上却有许多条等间距的横线。实际上，这些横线所表现的就是泛音，在其他学科里也管它叫做谐波。这些泛音之间的强度和频率关系是乐器音色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正是因为泛音的存在，才让我们不会把小提琴认成萨克斯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开始的见证者136攻击尼古拉耶夫音频的声谱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左边有一条条横线，这就是见证者136无人机呼啸而过时的声音。那么，要怎么处理乌克兰麦克风网络收集到的信息，就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只需要将这些声音收集起来，通过算法计算出每个声音中各个泛音的频率，以及它们所占据的比例大小，就可以提取出声音的特征，与数据库中的信息加以比对，这样就可以确定到底是汽车在田野上呼啸而过，还是无人机从低空发动偷袭。当然了，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真实世界里还要进行各种滤波，对声音的多谱的偏移进行修正等等。根据这篇论文来看，乌克兰在分布式的每个传感器上都设计了简单的减波和滤波电路，以减少误触发的概率，降低终端的能量消耗。乌克兰的研究人员建立了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声音项目，这套系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识别敌方空中目标的发动机声音，分析和解释终端传回的信号。除了识别无人机声音的特征以外，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对无人机进行定位。这篇论文中讲解了他们使用的3角定位法，图形是这样的：点 A 和点 B 是麦克风安防的位置，二者之间的距离为 L， 点 D 是声音发出的源头，也就是无人机的位置。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声波先抵达到点 A， 再经过一小段时间后才会到达点 B。由于 AB 之间的距离远小于 AD 和 BD， 因此可以近似的将角 AEB 看作直角，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勾股定理和三角函数计算出点 D， 也就是无人机的位置。当然，实际操作起来还要复杂一点，但是基本原理呢就是这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推算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麦克风追踪无人机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首先，我们来看看用麦克风探测无人机的优点。由于麦克风体积小、耗能少，而且是被动探测，所以几乎不存在电磁信号暴露的风险，非常难以被俄军定点清楚，而且几乎也不受复杂电磁环境的影响，对电子战几乎免疫。此外，使用麦克风探测无人机设备的成本非常低，据估算，每套设备的成本不会超过500美元。比起动辄几十万、数百万美元的雷达系统来说，这些麦克风监测系统简直是白菜价。
乌克兰在境内部署了1万个这样的节点，总成本甚至不超过1枚爱国者导弹。而这呢，也带来了另一个优势，那就是数量大，可以分布式部署，弹性组网，健壮性非常强。即使是有几个麦克风节点被俄军端掉，或者是出现了技术故障，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顺便一说，乌克兰使用的应该是 IEEE1451的智能传感器接口标准，它可以实现传感器自发现、自识别和自组网，并自动开始进行数据和命令的传递，实现传感器的即插即用。另外，由于声波的穿透性相对雷达波来说要强上不少，在城市和森林这些复杂的地形中，基于声学的检测方案反而要比雷达更加灵活和准确。说完了优点，我们再来说说缺点。首先就是声学上的干扰问题。俄乌战场可不只是有无人机，背景中可能会存在大量噪音，从而影响识别的准确度。另外，相较于雷达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探测距离，基于声学的探测方案，探测距离要短上不少。根据乌克兰的说法，目前正在运行的这套声学探测系统，单个节点或是单元的探测半径仅有几公里的距离，和雷达肯定是比不了的。此外，正如同雷达系统难以克制隐身无人机一样，这套系统的另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防不了静音无人机。但考虑到静音无人机的生产难度，俄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将其大规模部署到战场上。因此，总的来说，乌克兰的这一套麦克风防空网络不但非常适合乌克兰本土的情况，而且效能相当的优秀，甚至让向来财大气粗、以高科技装备闻名的美军都眼前一亮。北约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就在会议中提到，美军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基地进行了测试，并且认为它是探测和搜索无人机的廉价解决方案，比起爱国者导弹来说要便宜太多了。实际上，麦克风网络并不是乌克兰唯一的战争创新。乌克兰政府建立了勇敢1平台，将所有可用于乌克兰国防的新技术汇聚起来，给予他们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利用工程师们的创造性思维来帮助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民众们。截至到2024年底，已经有超过1200多个制造商在勇敢1平台上注册，涌现了2000多项研发成果，其中最知名的包括深层政府的情报平台、天空实验室的希尔科 S1 地面机器人等等。比起欧美武器商来说，这些发明制造的成本都不高，但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进行，乌克兰将重新成为欧洲的军工大国。